提到北投，大家的第一印象一定是拥有珍贵的温泉吧？慢慢的，6月份已经来到，每年的6到7月是荷花盛开的最佳时机。北投不仅有丰富的历史人文、古老建筑，甚至还有一个赏荷秘境呢。这集我们将搭乘贯穿新北投的路线，来回只有短短的30分钟，却藏着多个北投丰富的自然、历史、人文景点，更可以坐着这班车去赏荷花呢。不仅如此，还要前进云雾缭绕的神秘鬼湖一探究竟。就让我们一起搭乘小22深入北投吧。在影片开始前，别忘了先按赞订阅起来，您的订阅也是我们频道成长跟维持的原动力哦。上次我们曾经在北投捷运站这里搭乘小九上阳明山跟竹子湖嘛，那么这一集呢，我又要来北投捷运站这里搭乘小22，我们要玩遍北投的各个景点哦。那小22这条公车路线是走新民路跟泉源路，北投到底有什么景点是值得一去的呢？现在就跟着 Albert 一起出发去坐车喽！好，出发喽！从捷运北投站1号出口出站往前走，就可以看到小22的站牌。其实捷运北投站的2号出口外，大兴街口的站牌也可以搭乘小22。但我们这集先从第2站捷运北投站北投搭乘，采多次沿线搭乘的方式，一线玩到底。沿途行经北投公园、新民国中、国军北投医院、邮政训练所。回程单边停靠捷运旗岩站，最后回到终点大兴街口，全程1段票，由大南汽车营运。小22这条路线最早是1999年行驶的捷运接驳公车红21，由捷运新北投站开往地热谷，到了2000年4月正式变更为小型公车路线，赋予号码小22，维持至今。由于小型公车行驶山区路段，因此小22所有班次皆为中型巴士营运。最早的小型公车都是由台北市公车处所行驶，民营化释放路权之后，才改由民营业者行驶。小22可以说是第一条直接由民营业者所行驶的小型公车路线。北投区的地名依伊能家具的记载，是因为早期巴塞族认为地热谷是女巫施法才会冒烟，以巴塞语里的女巫巴岛称之，因与北投的闽南语发音巴岛很像，故命名为北投。小22的路线实在很短，大约30分钟内就回到终点了，但是小22的沿途却藏有北投丰富的景点。因此，我们将搭乘4次的小22，走访北投多个景点，丰富北投之旅。经过北投公园、新北投捷运站，转上泉源路、新民路。第1站，我们先在新民国中这站下车。可别以为我们要前进新民国中，那就太没意思了哦。新民国中旁边有个意想不到的景点在等着我们呢。
顺着新民路22巷往左走，这里就是中兴新村，是三军总医院北投分院的眷村。前身是日本陆军台北卫戍兵院北投转地疗养所，在日俄战争时容纳大量经由新北投车站后送的日本伤兵。二战后，警备总部接收北投医院，并且使用日军移交之房舍当作国军宿舍，以地势建造具有温泉公共澡堂的军医眷村聚落，也是台北市少数仅存规模完整的眷村，更是全台唯一温泉军医眷村。中兴新村于2011年8月24日登录为聚落建筑群，2012年为国防部选定全台13处国军老旧眷村文化保存园区之一。中兴新村第一期工程于2018年10月完工，于2020年11月12日公告为指定文化设施。2021年依台北市特定文化设施运用办法，指定台北市文化基金会运用管理。一进到中兴新村，看到的则是眷村最平凡的生活样貌，建筑保存相当完整，客厅、餐厅、浴室，还有诊疗室、领药处等等，甚至是在麻将桌上的生活，各种休闲娱乐的场景，中兴新村这里通通看得到，也不禁让我想象着，若是我生活在这样的眷村环境，体会到眷村的人情味，品尝眷村独有的美食，想必会有着不一样的童年时光吧。同时，由于中兴新村位处山坡地，以前还真的有摩托车专送服务。当时没有公车，若买菜买太多提不动，就可以请人专送，像机车快递一样。逛累了，还可以到贩卖部休息一下，吃个热食或甜点。夏天甚至有冰品可以享用。同时，眷村也保留了温泉浴室的建设。只可惜录影当天，温泉浴室在整修，没有办法入内参观，只能在外面拍摄。但没有关系，至少也逛了大部分的中兴新村。我们准备搭乘第2次小22前往下个景点哦。从新民国中上车，沿新民路则会经过国军北投医院，这站也是小22的大站。相当多人看诊完之后，就会搭乘小22回北投山下，走到新民路底，则是会转下去泉源路，变成返程动线。第2个下车站就是在邮政训练所。难道我们要前进训练所接受邮局的员工训练吗？当然不是。往回走约5分钟，经过邮政训练所，旁边这条是登山路，可一路顺邮政训练所步道往中正山。但这条步道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有机会再来带大家走走。邮政训练所旁边顺义翠桥一路往下走，这里是泉源公园，同时有个泡脚池园区。北投有3个泡脚池园区，分别是复兴公园、硫磺谷及泉源公园。先前我们搭乘508就有在硫磺谷享受足汤，还不知道的朋友们可以点选右上方资讯卡连结回顾一下。这里的泉源称为青黄，一般青黄泉在各地不算少见，但含有微量镭元素的青黄泉，
全世界只有北投和日本玉川两处才有，因此相当珍贵。逛完中心新村，不妨就来这享受足汤，放松一下吧。青黄泉的水质较为透明，出水口的温度大约有60度左右。我觉得在出水口附近泡脚真的蛮厉害的，泡得双脚通红通红的，但我真的没有办法，因此我选择离出水口一段距离的位置，先到手压帮浦水冲洗干净双脚，也是泡足汤的基本礼仪。拉上裤管，放入泡脚池中，真的很舒服，不仅促进血液循环，消除疲劳，更能改善睡眠品质，因此泡脚好处多多。但是泡脚的时间不能太久，大约15到20分钟就好。离开泡脚池，再用帮浦水冲洗干净后，我便顺着泉源公园散步，看着绿绿的大草坪，相当舒服，听着潺潺的溪水声，在这坐一下也是相当疗愈。顺着公园旁的阶梯往上走，大约2分钟就可以走到邮政训练所的下一站原之乡站牌，准备搭乘第3次小22前往下个景点哦。从原之乡站牌上车，我们第3次搭乘小22，下一个停靠站为北投公园。这座公园已经陪伴北投人将近100年的岁月，占地超过6万平方公尺，是北投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大型公园之一。而北投公园这附近还有什么景点适合走走逛逛呢？我们就在北投公园这一站下车，一探究竟。北投公园是位于北投区的一座露天温泉公园，范围是由中山路、光明路所围绕的区域，位于地热谷景观公园旁，也是台湾第一座温泉公园，由阳明山公园管理所管理。北投公园一带有着露天温泉浴池，充满知性的北投温泉博物馆，更有全台首座绿建筑的北投图书馆等等。北投公园从捷运新北投站出站后，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。但是走了这么久，荷花到底在哪里呢？就是位在北投公园旁的荷花池。每年6月到9月进入花季时，盛开的荷花与绿意盎然的树林相互映衬，让人不自觉放慢脚步，感受北投难得的宁静氛围。接着经过被誉为全台最美图书馆之一的北投图书馆，坐落于北投公园内，前身是阳明山管理局图书馆，1974年移拨给台北市政府管理。现在看到的这栋建筑，则是在2006年底正式完工，是台湾第一座绿建筑图书馆。整体建筑大量采用木造与钢构结合设计，融入周围自然环境之中，仿佛森林里的一间阅读小屋。馆内藏书以生态保育为特色主题，不过馆内是禁止露营的，因此我们就在外面欣赏图书馆的建筑之美喽。往上走就是北投温泉博物馆，既来之就来参观之。入口处位于2楼，免费参观。入场开馆时间为每周2至周日早上10点至下午6点，每周一固定休馆。前身为北投公共浴场，完工于1913年，为和洋风格的双层建筑，亦为当时东亚最大的温泉公共浴场。2楼设有凉亭、换鞋玄关，
以及可供游客泡汤后乘凉的榻榻米大厅。大厅旁另有一突出平台望楼，可以在此欣赏北投山光水色。此外，室内也贩售餐点饮料，有时候会安排艺文演出。在日本时代，1楼则是泡汤区，圆拱列柱围起的罗马风格大浴池，模拟当时泡汤的场景。2战后，公共浴场曾为中山堂、台北县议会招待所等作使用，但因久未使用而荒废，直到1997年经内政部公告为3级古迹，现为市定古迹。1998年10月31日，在地方居民与台北市政府斥资整修下，以北投温泉博物馆之名重新开放使用。继续往前走，既然来到北投，绝对不能错过的景点就是眼前这座充满神秘的地热谷。地热谷就在北投温泉公园旁，是北投温泉重要源头之一。由于终年弥漫着浓浓的硫磺烟雾，让人仿佛置身仙境，也因此被称为地狱谷或鬼湖。这里的温泉属于大屯山火山群内水温最高的温泉，硫磺白烟缭绕的特殊景色，在日本时代更被列为台湾8景12胜之一，可见其迷人的程度。说到地热谷，也分享一段童年回忆。小时候，家人常常带我来北投泡温泉。有一次来到地热谷游玩，当时父母正在旁边煮温泉蛋，结果一个不小心，左脚膝盖碰到温泉水，当场被烫伤，痛得哇哇大叫。虽然后来买药膏治疗，但直到现在，膝盖上还留着淡淡的疤痕。以前许多人来到地热谷，最大的乐趣就是煮温泉蛋。不过近年为了保护温泉水质，维持环境卫生，同时避免游客滑倒或烫伤发生意外，目前已禁止在地热谷煮蛋哦。地热谷的步道可环绕一圈，平缓且好走。若是有时间，可在旁边的岩盘浴休息区亲身感受地热的洗礼。离开地热谷后，我们来到充满浓厚日式风情的普济寺。普济寺与同样列为台北市市定古迹的临济护国禅寺，都是临济宗妙心寺派在台北的重要布教据点。时至今日，普济寺仍保有日式祭拜仪式，入口处的守水，则是在入寺参拜前的必要仪式。与台湾传统寺庙的参拜方式有所不同，入口旁独特的中型窗户，以及玄关内精致的斗拱与红梁雕刻，都值得细细欣赏。而寺门上方普济寺3字匾额，则是由知名书法家于右任亲笔题写。到了1998年，普济寺正式被列为台北市市定古迹。整座寺院也保存着浓厚的历史氛围。仔细观察寺庙建筑，可以发现浓浓的日本风格。大殿采单檐歇山式建筑，平面接近正方形，屋顶向前延伸，形成玄关空间。殿内地面铺设榻榻米，营造出简朴宁静却庄严肃穆的气息。而整座大殿更是以高级檜木打造而成。另外，寺院左侧凉亭内还供奉着一尊相当特别的石佛，石佛左手抱着婴儿，右手持禅杖。一般民众多认为是送子观音，而佛教界则认为是日本的子安菩萨，也是地藏菩萨的化身之一。因此，每年有许多信众专程前来祈求子嗣。
而汤守观音与子安菩萨也成为普济寺最具特色的信仰文化之一。参观完普济寺，沿着光明路漫步，可以看到白千层、五花树等珍贵老树。顺着北投溪前进，这条溪流其实就是北投石的重要产地。虽然现在已经看不到北投石原矿，但这里依旧是见证北投温泉文化的重要场所。经过龙乃汤温泉浴室，为台湾现存最古老的浴场，于1907年对外开放。北投的历史古迹、自然人文景观真的很多，半天的时间根本就逛不完。第4次搭乘小22，准备从北投公园启程。途中会经过捷运奇岩站，这站只有回程往捷运北投站方向有经过，往程则是没有经过的哦。慢慢的，我们坐回终点大兴街口，短短来回仅30分钟的公车路线，带着我翻阅了一本活生生的历史故事书，也为今天的北投之旅画下最完美的句点。嗨，各位朋友，最后我们顺利坐来个终点大兴街口，这里也刚好是捷运北投站的2号出口。那么这一集呢，我们一共搭乘了4次的小22，一路走访了中心新村、邮政训练所旁边的泉源公园泡脚池、新北投、北投公园周边的附近的景点，行程非常的充实，也希望这一集的行程大家会喜欢哦。那么这一集的影片就为你录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我是 Albert，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